我就掉了一台 iPad 跟一台 iPhone， 就是你在路上直接被抢走。这个地头蛇是警察，然后还给保护费这样。Hello， 大家，我现在在柬埔寨的金边。我今天呢要来见一位在这边的好朋友，他是一个台湾人，然后呢他在这边现在做了非常多的生意，我们就进去看看。这里是他的清洁公司，然后他做了很多生意，他的总部在这里。好，我们进来见一下这位好朋友。Hello， 嗨，好久不见，这位就是我的好朋友。Cash， 好 ，Cash 哥他刚刚有点担心，说把他拍的有点像就是在这边做诈骗的头，有没有？有人家刚剪头发，跟我一样。Cash 来这边多久了？10多年有吧？常住在这边的话，大概8年，然后在这边度过疫情。这间清洁公司是第一间嘛，就是房地产完了之后第一个做的生意，对不对？第一个做的是酒吧，那个酒吧那时候也倒了，也不是倒，因为我们太辛苦了，因为这边要跟这边的台湾朋友，你一定得出现，得喝酒嘛，每天都是颠倒的，所以那个没办法。那你现在不喝酒？现在比较少喝了，上酒店再喝。好，我们现在来逛一下 Cash 的办公室。这是我老婆。我说实在。然后这边都会有地基主这样子，华人都会拜吗？都会拜，当地人也会拜，当地人也会拜地基主，对，就是像我们的土地公，对不对？哎，有点像，有点类似。我们 office， 你们的 office， 这边都是行政人员，对，业务加行政人员。哎呦，这业务看起来也不是本地人哦。我吗？对啊，他会讲很多话，还讲广东话。真的有这么厉害？你是本地人吗？我是本地人。对面那个就是从台湾留学回来那个。啊，这弟弟，台湾留学回来。你好。哦，你去过台湾是不是？是的。你去那边读书，读多久3年。3年哦。对。所以你中文也是在那边学的。对的。那你觉得台湾怎么样？你喜欢台湾吗？喜欢的。喜欢。你为什么要犹豫一下？你为什么要想一下？你还会想要再回去台湾吗？啊？还会想要再去台湾吗？有机会有机会。有机会再过去。对。你楼上是宿舍区。你们让多少个员工住在这边？目前整个加起来大概快30个吧。30个。对，大家都睡这边。对，这里也都是他们的。对，这是外面男生，这是雇的，然后里面也有房间。这些里面都是房间。对，都是套房。哦。然后这个有一个大阳台，大家在这边晒衣服。那这间是什么？这间是夫妻房。我们有做夫妻房跟单身房，单身房就大家一起住，但是要有条件让你就是免费让他们住在这边的人，是不是都是那些跟你比较久的？也不会呢，其实他们从省外过来有没有？其实没有住的地方啊，楼上就比较热。这其实大家来柬埔寨会看到很多地方都有类似这样子的一个铁门，这也就是晒衣服的空间。对。所以这些就是他们住在这里的员工都可以自己去使用这些地方，对，他们自由使用。他们衣服都手洗吗？还是有洗衣机给他们用？手洗比较多，都手洗。就里面就很热，现在都很热。这里也是都夫妻房，一间一间的。哦，夫妻房也是给本地的，都是本地，他们就是夫妻嘛，然后给他们住在一起这样子。但也是都不收钱，那不收钱，完全不收钱，不收钱。哇，那这样对他们很好哎。那没办法，你要让人家先安定的舒适，然后就是稍微热一点点，夏天真的太热了。对，所以说傍晚就这样把楼上喷水消一点那个热气。所以你们的员工很多是从外省来的，不是金边人，都是外省的，都是外省的，比较少金边的。你怎么找到这些员工？对，一个拉一个嘛，一个拉一个。一个拉一个这样，会不会有你找到一个，例如说找到一个阿迪，然后可能他的什么姐姐啊、妈妈呀，通常都是这样子，通常都是这样子，是不是？通常都是这样子，所以很多在这里工作的，他们都有很多的亲戚，就一起在这间公司。对，可这也不太好啦。有时候如果是遇到什么问题要走，全部一起走这样。哦，对，真的是比较麻烦一点点。你来柬埔寨这么多年啊，你有没有遇到什么最危险的事情？东西掉一定有的，我就掉了一台 iPad 跟一台 iPhone， 就是你在路上直接被抢走。可是你自己在当地那么久，你应该也会知道你东西拿出来要小心。刚来的时候，那除了这个呢，还有没有说遇到什么？你看它电线不是都是很乱吗？对。然后有遇到比较麻烦就是你家门口的电线着火，那你们会自己扑救吗？还是会叫消防车？赶快叫警察。叫警察？为什么不是叫消防队？警察会叫消防队啊，因为公家的、自己叫他不会来。不会。这里的消防车不是你打119之类的去叫他来，
你是要先报警，然后警察来叫消防队来，这么没有效率。有没有什么是你到现在你都还没有办法去理解他们的一些模式或想法，或者说生活的一些环境？坐在地上吃饭，我没办法接受。你记得好几年前我们去你家的时候，你那时候就是找我们在你们家地板上吃饭啊。基本上他们这边都是这样，在地上吃饭，有桌子也不在桌上吃。对，为什么？因为坐在地上比较凉。最一开始的时候是为什么想要来柬埔寨？大家知道那时候在2014、13年的时候，这边的房地产卖得很盛行，那我这边也很幸运的卖了不少的房地产。那后来的话，其实市场上因为一下子大家看到这个房子这么好卖，所以很多的建商都进来了，然后导致于量太大。那所以那时候我们在想，怎么样去提升这个出租率？那时候柬埔寨没什么媒介，没有什么像台湾有很多的什么租 APP 啊，什么都没有。所以说我们就想说，那透过清洁公司去接触其他的租客，然后再请租客来租到我们这边的房子。哦，就是往旁边去想，要怎么样可以让人流回到你原本的这个原本产业上面，可以这样讲。对，那时候是这样子。你看那时候的薪水一个月才150，人家怎么可能花得起一次20几块、30几块的清洁？所以那时候根本没有想当地市场，那时候是碰巧一做，发现当地人其实是可以接受这样子的清洁价格的。但是你讲的这个是算是比较有钱的吧？一次30、50块的话，算是比较有钱的本地人，他们才有办法。柬埔寨它的收入的话，其实分蛮多层的啦。到现在目前为止，一般的工人，他的薪水大概会落在250块到300块一个月。这些人可能是负担不起，可再上去一些银行职员啊，一些像是说什么一些政府的一些办事员啊、行政人员啊、公务人员，他们就付得起啊。像我们目前公司80%都是当地客户。你觉得遇到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最难的应该这样讲。员工的教育程度会比较低，所以说其实在，你说在不管是员工偷窃啊、不告知旷职啊，就直接不来这样，或是说中途离职啊，这一区块其实对我们来讲是比较头痛的。然后再来是这边员工其实在加班的程度上是没有那么愿意。那除了这个之外，你还有做餐厅的生意，还有其他什么生意吗？餐厅为主要啦，餐厅为主要。然后我们现在做的都是当地人，那就是本地菜。对，就是本地菜。那厨师就一定是本地人吗？都是本地人，全都是本地人。这边早餐都喜欢吃猪肉饭，猪肉饭就是烤猪肉饭或是煎猪肉饭嘛。因为他们早上要去工作，所以需要力气比较多，要吃饭。比较热量。有品牌的猪肉饭，我们是第一间。你们的店名叫什么？柬埔寨叫做呆贝，英文叫 T3。那因为我们现在有卖饭，原本是从饮料店转过来的，那我们现在中文叫做饭茶山。这个就是你们自己做的红茶。对，就是跟在比较台湾口味。比较台湾口味，可是当地人都很喜欢喝，喝奶茶啊、红茶啊。那你现在在整个金边是有多少人？我们有2间堂食店，2间街边店，接下来会再推出5台摊车。之前来柬埔寨人坐的路上的那个交通是柬埔寨式的3轮车，后来大家要改成吃瓦斯的，比较印度那种嘟嘟车这样。因为旧的那种类型的嘟嘟车就是被遗弃了嘛，所以我们就把它做文化的传承，把那种系列的嘟嘟车我们开始做收购，然后把它改成我们茶山的移动式餐车。那基本上我们要求就是第一个是它真的是很便宜。再来是它是真的很安全健康，因为现在大家其实在饮食上面，食安的问题，其实食安的问题是你不知道，这个用手抓的这个东西能不能吃，就是你会怕嘛。然后我们希望把这个当地的早餐这个文化能够带起来，能够让每一个来的游客能体验到，当地的早餐是什么。像我们去越南，我们会吃佛嘛，那泰国的话，有时候会吃那个芒果、糯米啊。当地饮食其实猪肉饭其实是一定要试的。餐车的话，它是固定在一个店门口，还是他们是会跑来跑去、开来开去的？固定，固定的餐车也要付租金，要，然后还给保护费这样。还要给保护费，给台湾是给地头蛇嘛，这边是也是地头蛇，但是是警察对吧？对，这个地头蛇是警察，他会每个月都来收一次吗？每天都来收，每天哦。对，我靠，其实收不多啦，一天就是1000柬币嘛，1000一个月换下来大概是不到300块台币，因为你在那边出摊，你就是要给钱，就是这样，这边是当地的文化。说你们还有员工是送去台湾交换学生嘛？对，因为台湾其实有一个对于这种海外侨生有不错的机制，所以说我们也透过这个机会能够送小朋友去台湾去读书。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契机呢？因为我有一个员工就是从台湾读书回来的，
那我觉得他的思路比较清楚，比较不会乱这样子。所以说回来之后，其实这些弟弟在教他，他听得进去。所以说我们这边除了做生意以外啦，也是能够让这些人能够有不一样的机会。你现在在柬埔寨有没有一个最远大的梦想？我希望大家都来柬埔寨啦，因为旅游毕竟可以带动很多的这边的人经济。对，真的说实在，你说什么诈骗什么，其实你来到柬埔寨之后，真的没有想象你讲的那样子。真的差很多，路上都是很安全，嘟嘟车司机也是很和善，这个国家也是有一定的规矩在的。我希望就是说可以把柬埔寨的更多东西给更多人看到，希望让人家更知道柬埔寨的一些文化，那这东西才要去帮到柬埔寨嘛。因为如果我一个美食能吸引到谁过来柬埔寨旅游，像他来旅游也要花个200-300块或是1000块美金嘛，那1000块美金也是落在柬埔寨上啊，可能落在嘟嘟车司机上，落在哪一家餐厅身上，对他们来说是多的。所以说我也是希望能够在这方面做一些其他的想法来帮助这个国家。那当然在这个公司上面，我们就是能照顾多少人就照顾多少人。前阵子就是关于晚安小鸡这个网红在柬埔寨闹了这些事情嘛，这阵子在柬埔寨走，我有听说过，因为这个事件让柬埔寨对于台湾人的印象好像有一点点变不好了。一个国家有它好的地方，也有一定会有一些不好的地方。如果你要一直挖人家伤疤，人家会做出相对应的回馈。你说台湾也有不好的地方嘛？可能有很多好的地方嘛。没有哪一个国家一直挖你不好的地方。日本也是一样啊，每个国家都有啊。对，韩国啊、中国啊都有啊。有好的地方往好的地方发展。中午了，我们现在吃饭好不好？我们去那个 K 学的餐厅去看一下这边的猪肉饭。就是我最爱的，外面那台就是餐车，是不是？我看一下，餐厅就在隔壁嘛，对不对？对。他们这些摩托车为什么上面会放这个草，防热是不是？防热啊，这个是你们为客户做的吗？对对对。哇，好贴心哦！是我们家保全帮忙做的，很棒哎，很厉害哎，好贴心哦，要不然坐上去屁股会烧掉。就是这是刚卤出来的，是不是？刚烤，这是烤鸡翅，他现在在夹那个煎卤鸡翅。这个就是餐厅里面，很大间，而且环境很干净，果然是有品牌的本地菜哦。真的蛮讶异的，跟大家印象中的柬埔寨本地餐厅真的完全不一样。我们来，白菜厨有鳖这样。有 K 弟弟的，K 弟弟班呢？这就是我们的菜单。菜单上面都一定会有简语跟英文，对，还是会给一些不是本地人的。我们有很多韩国人跟日本人的客户啊。韩国跟日本，韩国人跟日本人也喜欢吃这种本地菜，对，还是常会过来。所以你们的招牌是这个吗？对，这猪肉饭。对，一个2.5块，这是大盒，这是大盒的，是大盒的。这是小盒的1.5。这是我们台湾猪排饭，这是无骨鸡，全部都会附饮料。K 弟弟帮你打炒咩？有带个烘哎。这个就是招牌猪肉饭嘛，这个就是1.5块美金那个的分量。对。然后配菜就是标准的，就是有这个炒蛋，这是煎蛋，对，这是酱菜，这个也是他们本地人非常喜欢吃的东西，对，解腻的。看，如果说你没有跟他选的话，他饮料会给什么饮料？就是他每日会有红茶或是奶茶可以选嘛。我们有写周一到周日嘛，然后周一是什么，周二是什么？你们会换是不是？每天都不一样。对，我超爱吃这个的，我跟你们讲，我真的很爱吃。上面就一颗卤蛋，然后有烤猪肉，这猪肉是烤的嘛？对。煎的。我看他们的猪肉，口味都偏甜，他们是不是会加一些酱汁？那个炼乳哦，用炼乳去煎猪肉，去那个调味腌制，甜甜的。他们本地还是比较喜欢吃甜吧，所以这种甜甜的口味就是必备的，很好吃。然后可以搭配一点这个。就是酱菜，有小黄瓜、白萝卜，然后还有红萝卜。饮料来了，通常他们这样就一餐就这样解决了嘛，对不对？如果说外面一般卖的那种猪肉饭，大概都卖多少钱？没加饮料也是5000，要5000，也是要1点多块，买1块10就对了。
我昨天去吃了那个在市场附近的那种本地餐厅，卖的东西其实跟这里也是类似啊，但就真的是很 local。那对这点比较不是那么熟，或者说比较不是那么放心的人来说，其实还是会怕去那种店。我看到一个很酷的东西，为什么电风扇上面都是那个保乐瓶？你有学过物理吗？气流当它缩小的时候，出来的风是冷的，所以说我就利用这个，把这个温度给它降下来。这你自己想的吗？对啊，太屌了吧！你大学学什么的？电机系的。现在在柬埔寨吃饭或消费啊，很多地方都会看到给你 QR code。其实在这里很盛行的，这里的线上支付工具非常的多种。那尤其他们银行的 App 其实很强大，所以说你可以就扫个码，然后就付钱，你也不用带现金。我刚才在拍店内环境，然后旁边一桌很可爱的帅哥学生们就跟我挥手。How often do you come to this restaurant? 4 times a week. Oh, really? So you all love this restaurant, right? Yeah. How's the food? It's good. What do you eat? By syrup? Yeah, that's right. How old are you? 19, 20. What's your major? Guess, I'll let you guess. Art. Study architecture. Architect. Oh, all of you? Yeah. Thank you so much. Oh, I know it was. 我们巡礼完了哦，Cash 哥在这里打下了一个江山帝国。大家所看到的不只是这样子，还有很多外面的餐车啊，还有其他的食堂啊、其他的店啊，在金边已经开始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你的目标是在柬埔寨展几间店？我们开始有卖一些加盟给当地人，我们就是鼓励一般人创业啦。他的话其实就是投入5000块美金嘛。OK， 然后加盟金对，加盟金加摊车的费用，他不用准备什么东西，他每天早上就来我的中央厨房，然后来拿今天要卖的东西。所以说我现在在拟造一个来协助当地人创业的一个机会，他们只要一天能够卖到80盒吧，他1个月可以让他赚差不多快要800到1000块美金，而且一天只要做半天。他如果下午还可以去兼职，还是做个晚班，双薪收入。所以他有双薪收入啊，他1个月至少是800块以上的收入那你看他可以改变他家庭多少生活？那我最后想要问你，不管是要来旅行的，还是要来做生意的，你会给他们什么样的建议？如果有机会来到柬埔寨的话，或者什么样的话，你觉得可以让他们知道？来柬埔寨玩是一定要来的，不管你去哪里旅游啦，你的钱包、你的手机、你的 iPad 都一定要把它收好。然后你在坐车的行途中，也不要随意往窗外靠，这样其实就很安全。晚上你要去哪里喝酒，哪里其实都很安全。然后来做生意的朋友，其实这边来讲还是有很多的机会，只是说你要实验，不要一来就投很多钱这样。但是跟一些大企业他们看的格局跟我们不太一样。那你是做小本生意也好或怎么样，你要实际做，然后看他的反应去做修正。这段的过程是找到自己这个团队，你那个当地的团队在哪里，你要先把它建立起来。大概就这样。非常感谢 Cash 哥，感谢你。好，那我们这支影片就差不多到这边了。大家如果来柬埔寨的话，如果有机会可以到这个茶山来吃饭。好，那今天就到这边喽，下支影片见，拜拜。